注意了，叫裸 K。在我们神奇的东方在我们神秘的东方投资者当中，有那么一批人，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只用 K 线做交易，或者说他们大部分的利润来源于 K 线的分析。这一部分人呢，将他们的技巧叫做裸 K 绝学，也就是说，纯粹通过 K 线，他们就能够在市场当中获得不菲的利润。而这个技巧，只要是带有 K 线，你能够用蜡烛图显示的行情，基本90%以上都能够去如此的去分析，因为蜡烛图它本就是如此的应用。好，所以呢，我们要学一下蜡烛图的基础，以及呢，蜡烛图怎么样去分辨涨跌，怎么样去分辨顶底，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讲到的几部分的内容。好，蜡烛图3要素，现在我们先看到第一个要素叫做阴阳，也就是说一根 K 线，一根蜡烛，我们要关注它的点有3个一个叫阴阳，也就是说颜色，颜色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涨跌，而颜色在一段时间内出现的数量代表整体的趋势。比如说一波行情的走势，它如果是绿色的多于红色的，是吧？那么说明阳线的上涨，阳线的数量多于阴线的数量，那么它大概率是一个上升的走势。而如果阳线它的数量多于阴线，我们就说明整体来说它至少是上行的。而一段时间内它的一个颜色是红色多于绿色，也就是说它是阴线多于阳线，那么就代表市场当中它整体目前的趋势是下行的是下行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个市场走势，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目前的市场走势，如果这一波上涨下跌再上涨，我们看一下当前从颜色来说是上还是下，是属于上涨还是下跌。如果你说觉得它是上涨的，可以回复一个上，如果你觉得是下跌的，可以回复个下。大家想想，我们就只看颜色你就只看颜色，看现在这波行情它是上还是下。我们说蜡烛图分析3要素，首先第一个要素看颜色看颜色，涨跌一段时间内的颜色表现，它的数量，阴阳的数量就表现出这一段时间内整体的走势。好，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一波走势，是不是从高点到这个低点，它一直是阴线为主，是不是阴多阳少，绿色的很少，红色的很多，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叫下跌的走势，下跌的走势。而从这一天开始走出的上涨开始，是不是阳线比阴线要多了绿色的比红的多了绿肥了绿肥了红瘦了。你会发现的是不是如此包括这一波下跌，那你会发现是红多绿少，说明它是下跌的走势。好，那么这一波上涨呢，是不是绿色又变多了？那么整体来说，从这个走势来说，它是不是上涨下跌再上涨？那么它现在毫无疑问，从技术面来看从技术面来看，它就是一个上升的走势，上升的走势。所以技术面裸 K 绝学第一要义，我们说的颜色代表涨跌，数量代表整体的趋势，这是第一点第一个基础。好，第二个叫引线，引线代表多空博弈一个引线它代表多方和空方在当天市场当中的对弈博弈，而如果引线的长短则反映转折意愿的强大与否我们来看一下图中我们继续用案例来给大家去讲讲。好，来看到这里，比如说市场当中走势，正常来说应该是实体为主，引线为辅，是吧？正体来说应该是实体为主，引线为辅。就正常的一个行情走势它应该是以实体为主。但如果你发现某一段时间出现的引线变多了，就说明多空之间的博弈在变强，这一点大家注意了感谢 Bill 的说法这个用词都还可以是吧？好，感谢大家认可。好，
来看到这里，比如说这里是不是几天上涨出现了长长的上影线，说明什么？上涨当中出现长长的上影线，说明股价曾经在盘中达到一个高点，曾经呢有多方用钱买到了一个高位，但是被打下来了，最后收盘没能收到那个价格，说明什么？当天长上影线越多，多方亏损的越多。当天长上影线越多，说明多方亏损的越多，说明空方的力量强于什么？强于多方啊！所以上涨当中关注长上影线，因为上涨当中它不应该出现长上影线，上涨当中它就应该每天都是在上涨的。那么多方呢就应该每天都在攻略更高的价位，更多的领地。而你如果发现当一波上涨开始出现比较多的长上影线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多方开始乏力了，空方开始有了反攻，并且反攻的力度很大，并且有效啊，连续出现你特别要小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引线的用法啊，引线的一些基本的用法。好，那么第三个叫实体，实体啊就是一天 K 线的开盘到收盘的位置，排除引线之外，它的实体。好，那么它的实体呢，大小，它的实体的大小，一般实体我们看的是大小，就是它是长的还是短的，它是长 K 线还是短 K 线啊。那么实体它代表的是一个股价当天某一方多方和空方的动能强弱，放大和缩小是动能的变化啊。比如说一个实体今天收阳，实体这么大，明天收阳，实体这么小，说明什么？说明多方的动能减弱了啊，多方它在减弱，上涨动能在减弱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裸 K 绝学，蜡烛图基础3要素啊，阴阳、引线和实体。通过这3个要素，你就可以发现很多市场当中别人不知道的信息啊。刚才我们说的阴阳看趋势，引线看多空暗藏其中的博弈，实体看上涨下跌的整体动能。好，那只要明白这3个要素，我们就可以从中开发出无数种技巧，无数种分辨市场涨跌关系的方式。我们先来看到第一种，也是今天呢我要讲到的主题，也是当下市场你就立马学了能用到的方法。刚才我们所说的包线，包线呢，如果你是上周的时候来到阿哲直播间啊，上周周天阿哲也有开直播，如果你是上周的时候来到直播间，听到阿哲讲到包线，你会知道这个突破可以做交易，是吧？这个突破可以去买进。在周一、周二的时候，阿哲也都有发视频去说包线的应用啊，突破可以看多，那么这波行情你就不会错过。但可惜啊，时间不能重来。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朋友，有一些是老朋友，有一些是新朋友。新朋友没有办法，阿哲也没办法。当时你没听到，阿哲也不能让行情退回去啊，让你来听了之后再去买进。但是现在接下来阿哲所要讲的一个技巧，就是当前行情你能够用到的，并且是大部分股票上你都能够看到的一种现象。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上周错过了抄底机会，那么现在你认真听了，你有可能会把握到一个逃顶的机会啊。好，如果是新朋友，如果觉得阿哲讲的内容对你有帮助，也千万不要忘记订阅阿哲频道啊，订阅阿哲频道。好，我们往下看一下，阿哲这个图板，阿哲人像稍微关一下，看到图中这个技巧叫做三阳小顶结构啊，这个方法，这个从蜡烛图基础3要素脱胎出来的一个方法，叫做三阳小顶结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顶部的结构，它一旦出现，会让你知道市场有风险。可能会形成一个短线的顶部啊，这个大家要把它记住，叫三阳小顶。好，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短线出现了3根 K 线，并且是3根阳线，你就可以去用啊，你就可以去用。好，那么一般来说啊，它主要用在市场的反弹当中，或者说是弱势市场的震荡当中啊，这是最优的使用环境。如果不看这个环境，你任何一个市场都可以用。啊，你上涨都可以用，下跌也可以用。
但最好呢用在下跌当中的反弹以及震荡行情当中，这两种行情是最佳的啊，是最佳的。好，第一个条件，连续出现3天的阳线啊，连续出现3天的阳线 ，OC3 小于 OC2 什么意思啊？就是它的开盘 open 嘛啊 close open close， 然后开盘和收盘，也就是说它的实体，它的开盘价、收盘价，它的实体整个实体就是 OC。好，我们刚才说实体说明什么？蜡烛图3要素里面实体代表什么？实体是不是代表的是内在动能强弱？它的放大缩小是动能的变化，而它的整体大小就代表当天的动能强弱，这是实体的作用。好，那么我们如果发现它在连续走出3天阳线之后，而它的第3天的阳线实体比第2天的阳线实体要变小了，如果小的越明显，这个效果越好啊！一旦变小了，我们就知道它的上涨动能在本次连涨当中，短线上涨当中，它的动能在变强还是变弱？大家想想，告诉阿哲，3号 K 线的实体比2号 K 线的实体如果变小了，它说明上涨动能是变强还是变弱？强的话，你可以回复个强啊；如果你觉得弱的话，可以回复个变弱啊。究竟是变强还是变弱？大家思考一下啊。有些内容最好我们自己也思考一下。好，是不是啊？认真听课的朋友啊，网络呢延迟都没问题的朋友，回答的就很快速了。这一个问题啊并不难。3号 K 线的实体，它代表上涨动能，而它比昨天的实体缩小了，说明本次上涨中上涨动能是变弱了呀啊，上涨动能它变弱了。好，上涨动能它变弱了，就说明多头是不是变差了，或多头是不是有被打压的现象？那么这就是三阳小顶的一个基础识别。注意了，三阳小顶不是让你直接卖的，它有2种卖法啊。如果是弱势的市场、震荡的市场，短线一般就是3到9天嘛啊。正常我们按照道氏理论来讲，短线就是3到9天啊。中线的话呢，就是按周算的啊，就是数周啊到月。长线的话呢，正常来说就是月到年。啊，这是一个相对宽松的区域，就是没有人能够完全界定短线具体是几天啊。你说1天是不是短线啊？2天是不是短线啊？没有人具体去界定啊。中线是多少天啊？长线多少天？没有人去界定啊。有人说20到60都属于中线啊。有人说啊，这个3天到10天都属于短线啊。这个呢，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具体并且有效的界定。啊，各个流派有各个流派的一个定义啊。好，那么激进型，好，激进型就是短线交易为主，就是激进型的话呢，就是我想要卖到一个高点啊，我宁愿卖错，我也要卖出，我宁愿卖错，我也想要把前面3天的利润拿到手，我宁愿明天不是高点，我卖错，我也要卖出，这种叫激进型。我只管获利了结，我只管出现风险，我立马执行，这种叫激进型。而我也想要卖到一个最高点，那么这种叫激进型啊。他的想法比较激进的朋友，你可以做的是，一旦看到3阳小顶啊，我无所谓能不能卖出在最高价，我无所谓后面的行情会不会下跌，我就是要获利了结，我知道风险出现，我立马进行一个防守，这种叫激进型。第2天冲高直接卖啊，第2天不管怎么样我就卖出了啊，3根阳线之后啊我就卖掉，好，这种叫激进型，它特别适合在震荡行情中这么去操作。好，第2种叫稳健派啊，稳健派就是我把3呢作为一个反手位，如果价格后续在3号 K 线的下方，就说明风险释放，我就要离场。一般来讲，出现3阳小顶模型，它在3的区间内徘徊就已经构成卖出条件啊，就说明确实走弱了，短线可以卖出啊。如果在3号 K 线实体之上运行呢，就说明暂时我们不用去太过于担心，因为风险虽然有，但还不大，还没释放。这种是2种卖法啊，2种卖法。这2种卖法，稳健派适合在相对强势的上涨当中使用啊，它不会呢错过波段行情。
激进派呢，它适合在震荡行情以及下跌反弹中使用，它可以让你卖在一个高点，甚至呢可能是最高价格。好，对于这一个内容，对于这两种卖法，如果你了解了，你知道阿哲为什么要讲这两种卖法的，可以回复一个2，可以回复一个2，大家看一下图中的两种卖法因为交易它不是死板的，交易呢它不是死板的，每个人他的风格不一样，性格不一样，你觉得哪种卖法你更舒服，你就用哪种卖法关键是交易人本身能否执行，所以卖点不固定的，看你怎么舒服，怎么能执行，怎么来你说阿哲你教了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我怎么用怎么不舒服它和我本身所认可的逻辑完全相悖，好，那这个方法你就不要用我们关键除了方法好坏之外，你还要确定一下，就是它是否呢和你的性格、你的品性是相关的对于交易者来说，关键就是你能不能够认可这个方法，然后执行。好，我们看一下市场的走势，比如说，我们来，这是纳斯达克指数图纳斯达克指数图，我们简单来看看图中，比如说这里，它出现了连续的阳线，这里有1、2、3、4、5，大家告诉一下阿哲，这里面有没有出现三阳小顶？如果有，你回复一下里面的哪几根 K 线构成了三阳的小顶我们看到是不是实体构成了三连阳，3号 K 线的实体比2号 K 线的实体缩短了，就叫三阳小顶的出现。好，我们看到图中，首先得要有3根阳线，这是基本。好，3号 K 线它的实体是不是比2号 K 线要缩短了但它缩短的一个意图不是特别明显它算三阳小顶，但它不是算最好的三阳小顶好，那么到4号 K 线是恢复了5号 K 线又缩短了，所以这里面呢它有两个三阳小顶1、2、3、3、4、5。好，三阳小顶出现之后，我们是不是说第一点可以作为防守就是相对来说，如果你是处于一个强势上涨行情，阿哲比较建议你就用稳健派如果你是处于一个反弹的行情，你可以用激进派好，你会发现3、4、5是不是效果更好？因为5号 K 线它的实体，注意了，5号 K 线它的实体是不是比4号 K 线的实体缩小了很多我们说三阳小顶最后一根阳线，它只要比上一根 K 线缩小的幅度越多，说明多方被打压的越厉害，多头它衰弱的越厉害所以呢3、4、5它的效果会更好。那么你可以冲高卖没问题，你说我就是激进派我不管现在行情是强还是弱，我冲高就卖好，那么相对来说，如果你是稳健派的话呢，你在这之上还可以看一看你可以认为在这之上呢风险没有释放，在这之下呢风险开始容易释放这是一个三阳小顶。但三阳小顶呢不是说一定会有大跌，或者说一定会有风险出现，它是告诉你这里多方衰竭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位置是吧，看到这里这里是不是也有3根 K 线只是呢它的三阳小顶不明显，它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缩短它呢也是三阳小顶吧，它跌破之后是不是我们认为风险，大家注意了，如果在强势的行情中出现了三阳小顶跌破，我们应该卖出，但如果很快又站回来，你可以重新的看多包括这里出现了三阳小顶之后出现了跌破，代表短期有风险，我们说了是小顶，三阳小顶是技术面上小顶，不是大顶，它不是中顶它是小顶。好，所以跌破之后说明有风险，是不是容易在这里开始，在这之下是风险唯有呢重新回归之上，才更加容易呢有安全的获利空间所以这是呢三阳小顶。好，看到这里是不是价格在上涨当中出现了3根 K 线，3根阳线4根阳线其实。好，这里是不是1，这里是2，
这里是3。但你会发现出现三阳小顶之后，它并没有出现跌破，而是继续往上，在实体之上运行。它是不是告诉你这里的风险有，但是风险不大，还没有释放啊？直到呢出现这3根阳线跌破，是不是才告诉你短期有风险？你说短线我卖到这一天可以吗？可以，后面2天的跳空下跌你就躲过去了，是吧？所以三阳小顶呢，在强势的上涨当中，你看这一波上涨是不是有强势的上涨？强势的上涨当中出现三阳小顶模型，你最好的是用稳健派的持股方法，跌破3的低点离场，重新回归3的低点之上，作为一个我们认为的安全的区间。那么这是一个上涨行情。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些弱势的，像这一波市场走势是不是一个下跌走势？好，下跌走势出现的这一波上涨，大家看一下这一波上涨有出现了几个，就它有几次出现三阳小顶模型。如果你觉得出现了1次的，回复1如果你觉得出现2次的，可以回复2。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个位置，这一波上涨有几次的三阳小顶大家可以看看。如果你现在呢是刚来到直播间或者是第一次看到阿哲讲课的你觉得讲的对你还算有帮助的，也不要忘记点个订阅因为阿哲呢平时公开直播呢不是很定时，周天的话正常会有周天正常会有。如果你想要更加知道阿哲的直播时间，也可以点个订阅。阿哲就比较担心有朋友可能刚来直播间第一次见到第一次见面，我们是有缘相见但是你可能忘了点订阅，等等阿哲一下播你可能就找不到阿哲了。所以如果在直播间内你呢是第一次看到阿德听到阿哲讲课的，也可以呢点个订阅，以后呢可以常来学习。好，这个位置我们先看有多少次3连阳呢？其实很简单，这个问题没有多少次就这里出现了1、2、3、4，就这里出现了4次有连阳的。前面有连阳吗？没有。所以我们会发现的是首先是一根小 K 线而后呢出现了什么呀？一根大阳线，实体在放大，说明多方上涨动能很强势。但是第3天的时候它出现了一根小 K 线，这根 K 线的实体其实它不算小它不算特别小。好，它不算特别小，但是它是不是比昨天来看就小了很多这小了不止1星半点。那么当3号 K 线比2号 K 线小的越多的时候，说明多方它衰竭的越厉害。而如果刚好它处于一个下跌反弹当中，那你要注意了，特别容易导致小顶的出现这些小顶它特别容易出现在反弹的高点好，那么我们又看到第2天又出现了一根长长的上影线。我们说上档当中出现长长上影线也代表什么？也代表多头被空头打压的信号然后它本来是一根小实体的 K 线，而后又出现一根大实体的阴线，是不是空方的下跌动能也在变强？所以你会通过 K 线的分析，至少你得到了一个信息，这里多方在衰竭你如果知道当前趋势呢是在反弹当中，是属于弱势震荡行情，那你可以第2天冲高卖，一卖你可以卖在这一波上涨的高点次高点，基本离高点就差一点点是吧？这是一个三阳小顶模型。好，那么跌破之后呢你说跌破之后卖可以吗？也可以。你看跌破之后是不是没有再回来没有回来继续下跌？你说我是卖在这个一天跌破的时候，还是卖在冲高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前面这一波反弹的利润，你如果拿住了，能不能够及时的获利了结，能不能及时的离场好，我们看到这里，再来考考大家这一波又是一个下跌反弹，请问这里的上涨有多少个三阳小顶？你看到多少组？你可以回复有多少组是1组三阳小顶还是2组三阳小顶大家看一下，认真思考。你除了听阿哲讲，同时你要看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学会了。下次遇见同样的行情，你是不是也能够去躲避这种下跌？
来，首先哪里有连阳？前面这些位置一根阳线啊，两根阳线啊，三根阳线，四根阳线，肯定不是吧？啊，这些都是一根阳线。好，那你会发现这里开始出现了连续上涨啊，连续上涨。好，连续上涨当中，这里是1、2、3、4，很明显3号 K 线比2号 K 线的实体是要小的，而且小了还不少，是吧？4号 K 线比3号 K 线呢也小了，但小的相对来说不太明显，就是一点点，但也算小了。所以这里它可以算是有两组啊。好，我们看一下这里算是两组。那么你可以一般来说，如果出现两组的三阳小顶，我们可以把最高的，就是相对防守位高的那根 K 线把它设置一个防守，跌破认为它是一个风险跌破认为它是一个危险。当然你说我识别出这里是一个下跌中的反弹我不跌破卖，我直接冲高卖冲高卖可以吗？冲高卖也行就看你的风格。跌破卖的话呢，会比较稳定，至少风险确实释放了，确实在下跌中卖出。冲高卖呢，就是我追求一种手法就是我要在上涨中卖出，我甚至呢想卖到一个相对高点。如果4号 K 线你发现是一个三阳小顶，第二天冲高，如果你真的冲高卖，基本上你可以卖在一个日内高点，可以卖在这一波反弹接近最高点的位置你就可以跟你朋友说，这一天我卖在了最高点是吧？这是基金派的一个惯有思路我可以赚少一点，我甚至卖了之后卖飞也没关系，但我想要卖出去有那么1、2次卖到最高点。好，你可以在下跌中的反弹用这种方法第二天冲高卖。在弱势行情，在震荡行情，大概率你可以卖在一个相对最高点附近，甚至就是最高点好，那么后续是不是容易出现下跌？好，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风险的形成。好，那么看到这里，它依旧处于一个下跌反弹中，又出现了什么呢？1根、2根、3根、4根、5根，这是一个连续的上涨行情。好，连续的上涨行情，我们就要关注实体。我们说 K 线的3要素颜色、影线、实体。实体代表多空的动能，当它的实体越大，说明多方上涨动能越强；阴线实体越大，说明多方它的一个下的动能越强好，那么是不是这里上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连续上涨，动能是连续的释放。那你会发现4号 K 线实体是不是变小了呀？好，4号 K 线实体变小，它应该是风险。但你会发现它有跌破吗？没跌破第二天还在冲高这种叫什么？这种叫没有释放风险，它有风险但没释放风险。那有朋友可能会感觉有点奇怪为什么这里没有释放风险如果这一天我第二天跳空卖出，结果会如何？那结果可能你会错过后面的一些上涨行情，那是不是卖飞了？所以我们要注意了这一个方法卖飞有可能吗？你用稳健派的方法，你说我跌破再卖，好，你不会卖飞，或者说你基本上大概率不会卖飞，卖飞的概率会很小如果你用的是基金派的，那你要知道你可以卖在这个位置的高点基金派的朋友，你可以卖在这个位置的高点，甚至是最高点没问题，你可以微风一下但是你可能会在这里卖飞这个呢就是取舍的问题，看你的目的，看你更喜欢哪一种风格。那有朋友说，那能不能更大概率判断这个位置它的一个上涨会更容易延续呢其实很简单嘛，它的实体虽然变小了，但是它是不是有一个缺口？是不是第二天又是一个缺口，缺口代表什么？缺口我们前面讲的叫加速大家千万不要学了一个丢一个千万不要说阿哲你在教新的东西你刚开始讲的我就忘了。缺口代表加速，看着呢它好像是一根小黑线但是呢它有一个缺口第二天又是一个缺口，这叫做一个多方上涨动能衰竭了吗？并不是，是一个加速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哪怕你不知道这一点也没关系，
啊，3根 K 线出现有衰竭做防守，没跌破继续看。好，有衰竭做防守啊，没跌破继续看啊，你也可以直接慢慢的拿上去啊，这是一个我们所说移动止盈的方法也没问题。好，我们讲了那么多，看到现在，大家告诉阿哲，现在首先分辨趋势啊，先分辨趋势，目前是属于强势的上涨行情中呢，还是属于反弹行情中呢，还是处于弱势的震荡中呢？如果你觉得是强势的行情，回复1；觉得是反弹的行情，回复2；觉得是震荡行情，回复3。啊，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大家想想哈。好，丫丫回复的总是那么飞快。好，按照目前股价的走势，它是不是还没有创新高啊？它目前呢是不是也还算不上特别强势啊？它也不是单边上涨啊，所以呢它要么是2，要么是3。而从目前的结构来看，它是不是一个下跌中的反弹，是吧？还没有创新高啊，所以它是一个下跌中的反弹。那么下跌中的反弹，我们用这个技巧是不是也是比较对口？好，我们看到目前这一波下跌的反弹，告诉阿哲这里它有没有出现3阳小顶？如果有的话，出现了多少次啊？出现了多少次？如果你觉得有，你告诉阿哲它出现了多少次3阳小顶啊？看一下有还是没有，有的话出现多少次，没有的话可以回复没有。大家想想，大家看看啊，这里有还是没有？连阳是没有问题的啊，这里是绝对有连阳的，3连阳不少啊，是吧？它有5根阳线，像第1根、第2根、第3根，它是不是慢慢的是在实体变大？实体在变大，说明什么？说明它的上涨动能在增强啊，上涨动能在增强，10号 K 线增强特别多啊。好，那么4号 K 线是不是比昨天的实体变小了？变小了。好，你说我是激进派的话，我看到这种实体明显变小，大概也就昨天的1半。好，这一天出现，我是不是在隔天我可以卖出啊？这是激进派的啊，因为当前是反弹，而且出现3阳小顶。好，第2天上涨冲高，我卖出。那么对于激进派的朋友，这一天，也就是说周五这天，你应该卖出股票啊。我们说的激进派的朋友，不是所有人，就这一天，你如果觉得我卖飞也没关系，明天第6根 K 线、第7根 K 线它再涨，我也没关系，我心里放得下啊。前面阿哲教的包线突破我买了，好，涨到这一天我卖出，这一波短线利润我心安理得，我接受落袋为安，哪怕后续再涨也没关系啊。说不定我卖的这一天冲高第5根 K 线它就是最高点了，我卖在了最高，我到时候我跟我朋友可以吹一下啊，这一波我的完美操作啊，低点买进，最高点卖出，是吧？啊，这是激进派的朋友啊一部分的交易思路。好，那你如果说阿哲我不想要卖到最高，我就想要确实风险释放的时候我去离场，我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啊，我相对低点买进，相对高点卖出，规避一定风险就 OK 了啊，做一笔交易不用那么辛苦。好，那么我就只要它维持着3阳小顶，我现在把5号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位啊，作为防守位，它只要后续不跌破，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风险它虽然有，但是不大，它呢没有释放，它这里还不构成风险。那如果它后续能够在5号 K 线的实体之上运行呢，那么就说明我是正确的呀，它确实还在走强，它并没有走弱，它没有风险。这是2种思路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你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还是稳健派？如果你是激进派的啊，可以回复一个6吧，激进派的回复6啊。如果你是一个保守派稳健派，可以回复一个8啊。你是激进派的回复6啊，你是一个稳健派的回复8。好，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是哪一类的交易者比较多啊。那我看到呢，好像评论区也有挺多新朋友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特别呢你可能比较晚来直播间的啊，前面阿哲讲了抄底逃顶的方法，你可能没有完全听到，
甚至这个方法你也错过了，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公开直播，这个直播有回放啊，一般会保留几天时间啊，如果阿哲呢不去删除的话，它会一直保留。如果你是新朋友，前面没听到的，你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下方可以点个订阅啊，点个订阅阿哲频道之后，等到阿哲下播，那么就会有一个回放生成，你可以听一下前面的内容啊，不会错过一些关键的知识点。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怎么看蜡烛图，怎么看 K 线，你可以把握到这个行情的顶底，技术面的顶底破晓是激进。好，那有保守有激进，如果你是激进派，周五上涨卖出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是说周五它一定是高点，但是激进派朋友，你一般来说不用管这些，我看到风险满足卖点我就卖出。如果是保守派的话呢，我就要考虑一下，好，跌破再卖出。你明白当下的市场最简单的识别顶部的方法了吗？就是这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方法。等等我们可以看一下个股，这个方法啊，连续3天上涨，只看实体和颜色。我们说了颜色和数量嘛，这一个方法里面包含了这个蜡烛图3要素的2个东西啊，一个是实体，一个是数量啊，颜色嘛啊，它需要3根阳线，3天都是绿色的啊，而后第3根 K 线它的实体要比第2根 K 线的实体变短了，短的越多越好，甚至呢3号 K 线如果它有一根长长的上影线，那么就更好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蜡烛图3要素。你只要学会了，你可以研发出特别多市场当中短线甚至是中线顶底的研判方法啊。我们稍后呢讲一下个股啊，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同样呢也有部分是不是个股方面的。阿哲在封面当中也讲到了，要警惕啊这个热门股出现顶部的信号，像苹果、特斯拉、英伟达、亚马逊，它有没有出现这种3阳小顶的信号？他们是否有出现这种信号？如果很多热门股都出现了这种信号，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特别的小心啊？指数有风险啊，个股也有风险。对于短线投资者，特别是对于前面有获利的投资者，你要特别的小心。所以阿哲呢，在周五的视频当中，是不是讲到了市场当中目前可能更好的上车机会不是当下而是在之后啊，我们要确定一下这一个左侧3阳小顶的风险，它究竟会不会释放？一旦它释放，如果你在周4、周5，它在告诉你风险的时候，你去买进了，不能说你一定会亏钱吧？但它不是一个技术面上的好买点啊，人家提醒你风险了，你不但不注意风险，你还做买入动作，你有可能会对，但是你有可能会赚钱。但问题是，赚钱就代表你本次的交易一定是正确的嘛？我们千万不要把结果作为一个导向。你说阿哲，我闷了一只股票，我跟别人一起买了一只股票，我赚钱了，好，我这种行为对吗？我靠赌，我靠博弈啊，我靠去猜某只股票的涨跌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哪怕你这次猜对了，你能保证你下次也是对的吗？是不是不可以？所以你要知道，有些钱赚了归赚了，但是它不一定是对的。那你说阿哲，我现在在周5的时候，在周4的时候，出现了风险，我还去买进啊，我后面如果赚钱了，那么我这种手法，我这种交易方法，它就是对的吗？不是吧？我们要关注的是你交易的逻辑对不对？它都告诉你了，动能在衰竭，多方在减弱，它都告诉你了啊，你非要在这里去买进，没有必要吧？是吧？你说我就是要去赌一赌，好，我买了啊，又给我一根大阳线，我很开心，我赌对了。那对了，有用吗？是没有用。你这次能赚钱，那如果下次呢？下次如果遇到这个位置呢，是吧？这里也是3阳小顶啊，这里出现了，别人冲高卖出啊，跌破卖出，你说啊，我继续赌，我赌它会涨啊，那你说我这里赌成功了，它后面是涨了，我这里如果赌失败了呢？是吧？赌失败了，买错了，追高了，那这一波下跌，请问你要后面赌对多少次才能赚得回来？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当市场当中出现交易点的时候，你如果所学的方法是让你买入的，你就做买入的技巧；如果是让你卖出的，就做卖出的技巧。至于结果，交给市场，因为结果你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你会知道你做对的事还是错的事。你如果做错了还赚钱了，那很可怕，因为你未来会一直做错，